男人喜欢每天晚上跑到坟地，将地上的白骨收集起来，直到捡够一麻袋，他才满意的离开。随后将这些白骨一个个放进瓮里，然后再虔诚的拜了拜。男人名叫阿牛，是村里的一名捡骨师，就是将客死异乡的尸骨收集起来，再将这些往生者的资料记录下来，为的就是有朝一日等待他们的亲人前来认领。短短几年时间，阿牛就已经将骨灰坛摆满整间一幢，期间他每天都会细心的打理，还时常会给这些死者烧香。而正是阿牛的这一善举，使得这些往生者们时常也会庇护着他。这天晚上，阿牛像往常一样，准备将捡到的尸骨带回一幢，不料回去的途中险些掉进沟壑。然而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阿牛仿佛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推了回来。原来这正是那些往生者们在默默守护着阿牛，而此时双击点亮小红心，留下大吉大利，都能够赶走霉运的好运连连。这些孤魂野鬼在阿牛的帮助下，这才有了安身之所，不然他们早就被鬼差抓回地府审判了。阿牛虽然十分善良，但是却因长相丑陋，常常不被村里人待见。为了报答阿牛的恩情，这些孤魂打算给他讨个媳妇，让他能幸福的过完后半生。很快这个机会就来了。这天，一个女人被人五花大绑的扔进了河里，鬼魂们看见这一幕，想要救人，可奈何他们无法在太阳底下活动。危急关头，一对夫妇刚好路过，鬼魂们见状连忙上前，将对方的纸伞抢过来，跑去救人。而岸上的两人只看见纸伞悬浮在河水上空，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的离开了。鬼魂将女人救上岸后，刚好被路过的阿牛看到，于是便将她带回了一幢，还贴心的煮了热汤给她暖身子。女人很感激阿牛的救命之恩，并表示自己名叫阿秀，原本是邱家大少爷的童养媳，可成亲前一天，邱少爷却意外离世，阿秀也只好继续留在邱家。不料他的公公邱老爷见阿秀年轻貌美，竟对她心生歹意，心想反正儿子也没和他拜堂，就打算将她收做小老婆，再生个儿子。怎料阿秀宁死不从，还抓伤了他的脸。这一举动彻底将邱老爷惹怒，于是便买通族长，在宗亲大会上诬陷阿秀在外面偷男人。最终族长命人将阿秀进猪笼，好在最终被善良的阿牛救下。此后阿秀便留在了一庄，经常给阿牛洗衣做饭，而老实憨厚的阿牛也一直和阿秀相敬如宾。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，两人却依旧没有什么进展，这让小鬼们看得干着急，于是打算来一波助攻。他们经常在阿牛的必经之路上放上一些女子用的胭脂首饰，而阿牛每次都将这些东西带回家送给阿秀。阿秀每次收到礼物都很开心，渐渐的他被憨厚老实的阿牛打动，于是这天他趁着阿牛外出，将家里布置成喜堂，还做了一桌子的好菜。阿牛回来后看见眼前的场景愣住了，随后阿秀将大红花给阿牛戴上，表示自己今天就要嫁给他。可阿牛却因长相丑陋而感到自卑，认为自己配不上阿秀。而阿秀表示，阿牛哥，你心底这么善良，不仅好心收留我，还待我这么好，其实我的心里早就喜欢上你了。而阿牛其实也一直爱慕着阿秀，最终他被阿秀真诚的告白打动，这对有情人也终于喜结连理，从此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。